于世清在这桩刺杀案里边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？林乔松瞬间听懂了什么意思。很显然，沈图南怀疑于世清，或者说于世清就是幕后黑手。自己只要让杀手开口指认于世清就是那个幕后黑手，那刚刚自己所求之事应该就是板上钉钉了。所以他立刻回去审讯，可没想到杀手竟上吊自杀了，正是幕后黑手于世清的杰作。老头故意撞掉小伙的公文包，趁着弯下腰帮忙捡起来时，偷偷塞进去一个东西。小伙由于着急去上班，拿起公文包快速离开。等到单位之后才发现包里多了一个小东西，居然是一个微型胶卷。于是他立刻将照片洗出来，竟然是死对头的黑账本。于是他赶紧拿给上级看，账本上清楚记录了于世清所有不可告人的违法收入，这让沈图南瞬间兴奋。就在他想该怎么处理时，徒弟却突然过来找他。先生，我请求举击新下。没问题。随后魏若来就赶往股票交易所，而沈图南则打了一个秘密电话。他之所以答应让魏若来去，其实他早就计划好了，那就是手中的黑账本。而魏若来刚到交易所门口，就遇到了他们的死对头于世清。此时的于世清还趾高气昂，殊不知他马上就要遭殃了。随后魏若来的战役正式打响，直接先抛出5000股做空于世清的兴夏银行，一开始就势如破竹，兴夏的股价疯狂下跌。魏若来坐在沙发上气定神闲，因为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及大量的调查求证，这次一定能拿下兴夏。可就在兴夏的价格到9块8的时候，无论他们怎么卖出，股价却静止不动了，因为他们抛出的低价股全都被于世清给买进了。我们把股价打下来。魏若来终究还是太年轻，他以为于世清最近受到了重创，手里应该没有资金了。但于世清在上海根深蒂固，绝不是他想象中的简单，而事态也越来越严重。现在不管他们抛多少股，都会被瞬间吃掉。谁会为于世清的？看到先生的到来，魏若来才算是冷静了一些。随后他们来到于世清的包房，就在于世清沾沾自喜嘲讽沈图南的时候，下一秒电话却突然响起。于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央行会同财政部突袭兴夏，没收了所有的公章，我们的文件金库全被强行接管了。什么？局长，就妹妹事。魏若来万万没想到，师傅竟然还留了后手，怪不得他敢让自己来狙击兴夏。其实沈图南是为了锻炼魏若来，毕竟魏若来初出茅庐，经历些挫折才能更好的成长。虽然他们不知道胶卷是谁给的，但能够扳倒于世清的兴夏，可谓是大功一件。随后沈图南带着魏若来到市中心的一家时装店，因为魏若来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穿着那一套衣服，根本就与他们的职业不匹配，也衬托不出他英俊的脸庞，所以就来给他定制西装皮鞋。殊不知店老板老徐其实是地下党的负责人。秀成，老板，我是不是在哪见过您？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。小伙的话音刚落，在场的众人都紧张了起来，店老板更是心惊，因为他是上海地下党的总负责人，刚刚正在楼上与人接头，店里就突然走进2名男子。起初他并没有在意，可等店员说来人是沈图南后，老徐立刻看向来接头的沈竞真，因为他们2个是兄妹，而沈图南则是国民党的人，他现在突然的到访，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？于是老徐就立刻下去，沈竞真赶紧贴在门上聆听。还好沈图南是带着徒弟来找老徐定做西装的，这让老徐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他给魏若来量尺寸时，就有了刚刚的一幕。虽然魏若来对老徐的长相没印象，但声音却非常的熟悉，特别像之前捂住自己嘴巴的那个，当时对方就自称是地下党。不对，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。这记性。知道我为什么找他当助理了吗？真好。魏若来之所以又突然自圆其说，因为他不确定这个老徐就是当初那个人，如果搞错就难堪了。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如果这个老徐真是地下党，那他和师傅2个人今天很有可能会被灭口，毕竟他们只是中央银行的，又不是军统的人。接着他就去挑选衣服布料，可等看到上面的价格之后，魏若来顿时就不想要，一件西服能顶他1个月工资。我衣服够穿，我就不要了吧。我来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看得出来沈图南真的很在意魏若来，要不然他堂堂中央银行的行长，就连写字这么小小的细节他都能记在心里。毕竟魏若来是难得的天才，沈图南当然要着重培养。他觉得魏若来以后能成大事。接着他们去挑选皮鞋，魏若来一眼就相中了一双棕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便宜。不要，零头就不要了，60元大洋。听到一共要60块大洋，魏若来顿时就坐不住了。
虽然不用他来付钱，但他一个月也才15块，相当于大半年的工资。钱的事不用担心，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？50。沈图南之所以给他涨工资，因为他非常清楚，人有了钱之后会更加自信，事业也可能会更上一层楼。不得不说，沈图南这个师傅简直就是魏若来的再生父母。小伙抢劫之后把钱丢进垃圾桶，殊不知这将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，因为他前脚刚离开，路边就窜出一个乞丐，拿出了垃圾桶里的钱和手表。可就在乞丐去卖手表的时候，却被军统特务抓了个正着。我是捡的，不是偷的。那你是在哪儿捡？啊，是啊。特务头子立刻打电话询问，结果却让他瞬间兴奋。乞丐所说的那个年轻人，正是死对头的助理魏若来。于是他立刻带人去逮捕，而毫不知情的魏若来，此时还在师傅家里吃年夜饭。可就在要离开的时候，被特务头子堵在了门口。现在，此话一出，沈图南无力反驳，就问魏若来到底怎么回事。而魏若来也大方承认了，说自己的确抢了张明全的枪，但李胜达不是自己打死的。可林乔松可不管这些，既然魏若来承认抢了枪，那就是证据确凿，直接让人逮捕魏若来。沈图南站在一旁无话可说，而魏若来被抓到军统之后，林乔松直接上大刑，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直接板上钉钉，断定李胜达是被魏若来杀的，以及魏若来是地下党的事实。但经过长达1夜的抽打，魏若来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最后却愣是一个字也没说。林乔松这下彻底被惹怒，拿起电棍直接按了上去。魏若来顿时被电得浑身抽搐，很快就瘫软昏死了过去。林乔松见状也就此作罢，还特意叮嘱审讯的手下，严刑拷打不要停，但一定不要给弄死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家也明白了，军统的真正目标是沈图南，魏若来只是个突破口罢了。因为沈图南得罪的人太多，有人想趁此机会扳倒他。而这件事的幕后黑手于世清正在与2个帮凶庆祝。另一边的沈图南也非常清楚，这次是冲着自己来的。现在报纸上都是魏若来被捕的消息。我们是受上方指令查封中央银行。因为昨天特务向南京上报，故意说沈图南的助理魏若来有通共嫌疑，怀疑沈图南也有问题，所以奉南京之命成立专案组。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沈图南停止等待传唤。沈图南知道这是有人在搞自己，因为老蒋最忌讳的就是通共，即便自己没有问题，最后也得被扒层皮。而这件事的关键点就是被抓走的助理魏若来，于是他立刻给宋先生打电话。知道事情要搞你吧？听到对面的电话忙音，沈图南知道只能靠自己了。他们只是拿魏若来当突破口，真正的目标还是自己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，要不然后果无法想象。不仅关税改革会被推翻，自己也会被扣上共党之嫌的帽子。接着他就在要出去找人时，发现军统跟土匪一样，竟然在欺打央行的工作人员，这让沈图南气不打一处来。于是他用仅剩的余威狠狠呵斥了一顿，随后又遇到了于世清，也就是整件事的幕后黑手。这一切全都是他设计安排的，而沈图南也非常清楚。于老啊，这个节骨眼上您来有何贵干？多多指教，辛苦了，我先告辞。哎，好好。随后沈图南来到军统门口，想去看一下魏若来的状况，但没有特务头子的口谕，谁都无法探视魏若来。于是沈图南就往里面打电话，想找熟人通融一下，没想到全都是墙头草。知道自己出事之后，全都躲自己远远的。而于世清和军统站长把中央银行翻了个底朝天，最后愣是没找出一丝对沈图南不利的证据。一地之硬，那就姓虐你啊！这魏若来已经做起来好几天了，